别人当老天师都是一身正气，金光照地，你身为天师却满身邪气，你逮着厉鬼就生吞活剥，更把万魂幡当成天师幡，道士都以为你是大魔头，你却和善的说你是好人，只因你穿越时绑定的系统有病，生生把道气变成了邪气系统，一身道气全是走火入魔的漆黑颜色。50年前，你师傅上一代老天师为了龙虎山的名声，亲手把你封印在后山。50年后的今天，你正用300年的聂小倩泡着酒，百无聊赖。突然，洞口传来扑通一声，你一个转身，鬼魅般出现在洞口，一个年轻女人摔在地上，手里死死攥着个发光的方块手机。她刚刚通过那块亮晶晶的玩意儿，直播了你抓一只厉鬼泡酒的全过程。你双手抱在胸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，嘴角勾起一个自认为和蔼的笑脸。别怕，我是人。下一秒，那女人连滚带爬的起身，哭得撕心裂肺。鬼啊！龙虎山有鬼！砰！她一头撞在旁边的石头上，金色液体直流，但她根本顾不上跑，疯了似的往洞口冲。你笑了，机会来了，你紧随其后，就是要借她的金色液体破开这该死的封印。就在此时，你冲到洞口，一层金光嗡的弹开你冷笑一声，借着她留在石壁上的金色猛地撞了上去，金光破碎。更巧的是，那女人奔跑中，一个带有金色液体的东西从她包里掉了出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贴在封印阵符的心间。轰隆！一道阴雷从天而降，狠狠劈在阵上，整个龙虎山的道气瞬间紊乱，所有阵法都剧烈晃动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镇妖塔内，玄一道长猛地睁眼，四周捆绑大妖的铁链哗啦啦响起。坏了，阵法出问题了！龙虎山内殿，当代天师张轩也感应到了异动，脸色大变，一步踏出殿外。不好，后山出事，所有弟子速到镇妖塔，3玄以上道长随我前往后山。一声令下，整个龙虎山彻底动了起来。而此刻，洞外那个叫小飞的女主播瘫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因为你一个半人半鬼的怪物正站在她面前。你抬头，深吸一口气，阳光刺得你眯起了眼。几十年了，这太阳还是这么暖和。你转头，再次对他露出和善的微笑，说了别怕，我不吃人。在他眼里，你这一笑比刚才抓鬼还恐怖。他抖得更厉害了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拍了拍身上的紫色道袍，露出一口大白牙，我是好人，抓鬼的只吃鬼不吃人哦。他差点就吓晕过去。突然，几道身影从天而降，为首一人，同样身穿紫袍，正是当代天师张轩。他们落地的瞬间，全都愣住了。张轩看着你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走上前，双手抱拳，深深弯腰。师兄，他身后的几位红袍道长，包括刚刚从镇妖塔赶来的玄一，也齐刷刷的躬身行礼。这一幕被地上那个没关掉的手机完完整整的直播了出去，直播间瞬间爆炸。天呐，那不是当代天师张轩吗？他管那个妖道叫师兄，还有玄一道长，他可是龙虎山宿老，也在鞠躬。这妖道什么来头？你只是微微点头。起来吧，现在你才是天师，我不过是个妖道。轰！话音未落，镇妖塔方向传来一声巨响，一股滔天妖气冲天而起。张轩脸色巨变，镇妖塔出事了，快去支援！然而他回头时，你已经扛起了一面黑紫色的幡，化作一道黑影冲了出去，嘴里还发出兴奋的桀桀怪笑。在场所有道长都看傻了。玄一忍不住嘀咕：师兄，他真是好人吗？哪家好人笑成这样？张轩揉了揉眉心，看了一眼旁边吓傻的女主播，把她带回山门，严加看管。接着他对众人说：师兄虽修邪道，但心在道门，走去镇妖塔。另一边，镇妖塔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那一记鹦鹉雷加上那女人遗留的金色液体，直接捅破了主阵府的一角，无数被关押的妖魔趁机逃窜，金光与妖气混。几百名道明弟子手持武器，苦苦支撑。3玄以上的随我下底层，镇压100年大妖。玄一怒吼一声，手持桃木剑一马当先跳了下去，而你扛着你的天师幡，站在战场的边缘，嘿嘿直笑。别急，都别急，排好队，我这幡里刚装修，还缺客户呢。突然，一张符箓啪的贴在你脑门上，一个愣头青小道士提着桃木剑就冲了过来，满脸正气，妖人浑身邪气，看你往哪跑。说着，桃木剑已经戳到了你的肚子上，你眼角抽了抽，无语的撕下符箓，再次挤出那个和善的笑容。小朋友，看清楚，贫道是妖人吗？这个笑容配上你邪气凛然的脸，直接把小道士吓得嗷一嗓子叫了出来。师傅，符箓没用啊，这妖人道行太高了。你翻了个白眼，终于忍不住暴喝一声，瞪大你的眼睛，我是你师祖，你见过哪个妖人敢穿紫袍的？这一嗓子把小道士吼懵了，他愣了半天，然后哇的哭得更大声了。天师您快来啊，这个妖人不仅厉害，他还敢穿紫袍冒充天师啊，你彻底没脾气了。懒得再理他，你转身一步踏入妖气最浓郁的战区。各位妖邪，来我天师幡里坐坐如何？话音落下，你手中的幡猛地一震，无数黑紫色的触手如毒蛇般爆出，瞬间就将10几只小妖捆住结实，直接拖进了幡里。你扛着幡在战场上横冲直撞，嘴里桀桀的怪笑声比鬼哭还瘆人。别怕，贫道这里包吃包住，风景宜人哦。周围的道士们全都看呆了，手里的法器都忘了扔，这简直是师祖，谁家师祖跟个大反派似的？一头300斤的猪妖扑通一声跪死，被你的幡吸的只剩100斤，他哭着求饶：道长，我错了，我回塔里去，别吸了。旁边一只厉鬼更是磕头如捣蒜：道长别笑了，求您了，您的笑比我当鬼还吓人，给个痛快吧。你脚步一顿，表情古怪的看着他们，现在求饶晚了。大手一挥，剩下的妖邪全被你收进幡里。恭喜宿主，万魂天师幡经验爆涨，奖励万雷阴体，可吞噬厉鬼，提升邪道之气。系统提示音响起，你爽的浑身一颤，嘴角不自觉的又露出了那标志性的笑容。结，真爽啊！你这一笑，吓得周围几百个道门弟子齐刷刷后退了10几步，大气都不敢喘。你华丽转身，冲他们一笑：各位弟子莫怕，贫道真是好人。所有人疯狂点头，异口同声：对，您是好人，您说了算。你耸耸肩，懒得解释，转身抓着天师幡，直接冲进了镇妖塔深处。外面交给你们了，有贫道在，没意外，你一走，剩下的道士们才敢喘气。他好像真是紫袍，虽然看着像个灭世大魔头，但他好像只杀妖邪。此刻，镇妖塔下层
玄一正带着几个红袍道长苦苦加固封印，几头强大的妖魔已经破笼而出，打得他们节节败退。就在这时，一群小妖哭爹喊娘的从楼上冲了下来，仿佛后面有更恐怖的东西在追他。玄一眉头一皱，怎么回事？上面的妖怎么往下跑？那群小妖看见玄一跟见了救星似的，直接跪倒一片，疯狂磕头：道长，我有罪，我不该逃出来，求求您快解决我，给我个痛快吧！玄一和几个道长全懵了，干了几百年道士，头一次见到妖魔主动求死。下一秒，一个黑影从他们头顶掠过，单手一捏，那群求死的小妖瞬间化作金色光雾，被他一口吞下，向道士求饶，丢我等妖魔的脸。一头800年修为的影魔狞笑着出现，玄一脸色一沉，各位小心，封住出口，别让他跑了。说罢，他手持雷击桃木剑，脚踩七星步，直冲影魔。影魔怪笑一声，化作无数蝙蝠四散而开，想要趁乱逃跑。就在这时，你那桀桀的笑声从楼梯口传来，在塔底回响，摄人心魄。这妖巧都聚在一起了，正好都来我藩里坐坐了。你从黑暗中缓缓走出，白发紫袍，眉心一道封印符文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嘴唇青紫，身上还缠着一根醒目的镇魔铁链。你一出现，那些刚逃出来的大小妖魔像是见了阎王疯了一样，往道长的法器上撞，宁死也不愿靠近你。而那不可一世的影魔看到你，却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，兴奋的嘶吼：阁下快助我！你我联手击败这群牛鼻子，共掌天下！话音刚落，他就傻眼了，因为玄一这位龙虎山地位尊崇的红袍道长，竟对着你单膝跪地，双手抱拳：龙虎山弟子玄一见过师兄。然后他对着身后发愣的弟子们怒吼：还愣着干什么？这是你们师父的师兄，上一代天师，还不拜见师祖？弟子见过师祖。众人稀稀拉拉的行礼，每个人的表情都跟见了鬼一样。影魔彻底懵了，你笑了笑，那声音让影魔都打了个哆嗦。起来吧！玄一尴尬的抬头：师兄，你比以前更像魔头了。你晃了晃手里的幡，无数鬼魂在里面尖叫。你说这个天师幡替天行道，别乱说。你把幡往地上一插，懒得再装，你们出去，这东西交给我。无数金色手影从幡中涌出，瞬间将所有小鬼杂妖抓了进去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最后，你转过身，伸出舌头舔了舔青紫的嘴唇，对着墙角瑟瑟发抖的影魔露出了那个和善的微笑。别怕，我真是好人。话音未落，你猛地张开大嘴，一张由雷霆构成的骷髅鬼面凭空出现，张开森然巨口，无尽的吸力爆发。不，我回牢里去！道长饶命啊！影魔的惨叫戛然而止，被你连带着他所有的一口吞了下去。叮！恭喜宿主吞噬影魔，妖道之力加30，获得影魔之力。你满意的打了个饱嗝，擦了擦嘴，回头对目瞪口呆的众人笑道：搞定，妖魔已被我收服，你们安全了。玄一等人看着你，嘴角疯狂抽搐。收服？你简直是直接给吃了，还一边嚼一边吐槽味道不咋地，有点扎嘴。这简直是正经道士干的事。玄一干咳2声，那个师祖，您先出去，剩下的封印我们来，跟你站一块。压力太大了，小事一桩。你走上前，随手摸出一张符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别人念咒，金光万丈，你念咒，黑气滚滚，无数骷髅头尖叫着撞向封印。虽然画风极度惊悚，但效果出奇的好，破损的封印瞬间就被修复了。所有道士再次陷入沉默，世界观被你按在地上反复摩擦。片刻后，你带着一群仿佛被抽走了魂的道士走出镇妖塔，迎面撞上张轩。张轩身后的年轻弟子们第一次见你，吓得差点当场去世。见过师兄，见过师祖。张轩带着众人行礼，你却只是背对着他们，淡淡挥手：我去看看父亲，然后就离开龙虎山。说罢，你径直走向后山陵园。你跪在父亲的牌位前，点了3炷香。父亲，我出来了，放心，我心向导，从未变过。良久，你猛地起身，头也不回地向山门走去。就在这时，张轩拦在了你面前，手心雷光闪烁：师兄，你要下山？你回头轻蔑一笑：怎么，你还想把我关回去？话音落下，你周身的黑气如沼泽般扩散，空中一道金色雷霆轰鸣劈响，在地上炸出一个巨坑。你彻底怒了，咆哮道：我被关了50年，如今我出来了，就不可能再回去。张轩被你的气势震得后退一步，脸色难看：师兄，我不会关你，但你如今的样子，不能下山为祸苍生，就凭你。你冷笑。张轩别无选择，厉声喝道：结阵！几位红袍道长红扑扑，无数符箓化作玄武大阵，将你死死困住。你发出凄厉的怪笑：几10年了，就让我试试你的长进。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。你猛地将天师幡插在地上，万鬼夜行，无尽的黑气瞬间吞噬了整个阵场。凄厉的鬼哭神嚎中，所有道长都被震飞出去，连张轩都口中溢出金光。下一秒，你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，一把抓住了他手中的天师剑，代相传专斩妖邪的天师剑，在你手中非但没有反抗，反而发出一阵亲昵的嗡鸣。你用2根手指弹了一下剑身，剑铮的一声插在张轩面前的地上，禁闭。我是不会回去了，镇妖塔的妖物我会去抓回来。你转身离去，只留下一句悠悠的话：还有，我再说一遍，贫道是好人，别逼一个好人生气。话落，你化作一道黑影，消失在天际。龙虎山上一片死寂。与此同时，山下一群闻讯赶来的和尚拦住了去路。为首的大和尚来自普光寺，满脸傲慢，听闻龙虎山跑了个大邪祟。张天师，你们若是不行，就由我等佛门代劳吧。刚缓过一口气的张轩听到这话，突然忍不住笑了。行啊，你们有胆子就去，但愿你们别被吓破了胆。此刻郊区上空，你御空而行，正在查看系统面板。任务在阴煞之地建造修仙洞府。你摸了摸下巴，龙虎山是回不去了，是该找个新家。你随手一挥，从天师幡里抓出一只恶犬模样的妖灵，它被朱砂铁链牵着，乖巧的像只哈巴狗。你命令道：找附近哪里的阴气最重。恶犬趴在地上，猛地张开大嘴，黑气向四周探测。片刻后，他抬起头，谄媚地指向一个方向：天师大人，西南方30里有一处绝佳的阴煞之地。你点了点头，牵着那只恶犬模样的妖灵，朝着西南方飞去。左手天师幡，右手牵恶犬，腰缠镇魔链，背挂七星剑。你这副尊容，活脱脱就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妖道头子。很快，你抵达了目的地，一个荒废的村子。村口的坟头上，2个年轻人正蹲着抽烟。我说他们怎么还不来？这大半夜的，等会儿拍节目都后半夜了。白短袖抱怨道：管他呢，加班费翻倍就行。蓝山
山男吐了个烟圈，突然一只冰冷的手拍在了白短袖的肩膀上，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你身后响起：“居士，请问这里被你们承包了吗？”两人一愣，猛地回头，瞬间他们呆住了。一个满头白发、身穿紫袍的男人正满脸和善地盯着他们，他身上画满了诡异的符号，一手牵着一只比地狱恶犬还凶的狗，另一只手扛着一面冒黑气的旗子，而他的笑容比他手里的狗还要吓人10000倍了。两人发出一声惨叫，连滚带爬的从坟头上滚了下去，当场昏死。你无语的咂了咂嘴，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天师幡，下次得换个好看点的出来。你看，把人给吓的，你丝毫没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最吓人的。摇了摇头，你径直走进了村子，这里阴煞之气冲天，确实是建洞府的好地方。你很快找到了村里最大的一户院子，院子正中摆着一口巨大的黑色棺材，你毫不犹豫，一屁股坐了上去，打开系统面板，开始建造修仙洞府。以棺材为中心，一股无形的邪道之气瞬间扩散开来，你感觉浑身舒坦，干脆直接躺进了棺材里，准备小憩片刻。与此同时，这股庞大的阴气像黑夜里的灯塔，吸引了方圆百里所有的妖魔鬼怪，无数厉鬼正密密麻麻地朝你这里聚集。另一边，月光下，一个胖和尚手持钵盂，猛地回头看向西南方，脸上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。有意思，煞气暴涨，看来佛爷我的盘中餐要多起来了。此刻，荒村外又来了几个人，他们是来这里搞恐怖探险直播的。为首的女主播对着镜头竖起一根手指，今天就由我带各位走进神秘的五方村，一行6人，4个负责直播，2个负责装神弄鬼。当然，那2个鬼现在还躺在村口昏迷不醒。刚进村，一股刺骨的阴风就刮了起来。他们俩人呢？说好在这里吓人的，怎么没动静？一个穿黑登山装的女人不满地抱怨。砰！不远处传来一声门板巨响，吓了所有人一跳。女主播压低声音，按计划先去最大的那个院子。他俩估计在那口棺材旁边。他拿出2根白蜡烛，装模作样的念叨了几句，对着镜头说：“水友们，如果蜡烛点燃，就说明里面的朋友同意我们进去。”话音未落，2根蜡烛噌的一下自己燃了起来，跳动着诡异的蓝绿色火焰。直播间和主播团队都惊了，我靠，这俩同事也太专业了吧！就在这时，村口坟头那个叫小张的年轻人悠悠转醒，他刚想爬起来，突然脸色大变，想起了刚才那个恐怖的妖道。他推了推旁边还在口吐白沫的小王，快醒醒，这地方太邪门了，这单生意不接了，赶紧走。忽然，一滴冰冷的液体滴在了他头上，他疑惑的抬头，瞬间他吓得魂飞魄散，一张腐朽的鬼脸正贴着他的额头，含笑看着他，那脸上污秽之物蠕动，恶臭扑鼻。小张惨叫一声，像个球一样滚下了山坡。那鬼脸落在小王身边，发出一阵桀桀怪笑，好久没尝过活人的味道了。他一口咬下，小王的脖子当场断裂，金色液体如喷泉般涌出，周围的厉鬼一拥而上。小张连滚带爬的朝村外冲去，彻底吓破了他。另一边，女主播还在敬业的对着镜头演戏，人点烛，鬼吹灯，看来这里的确有东西。不过大家别怕。突然，远处传来小张那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直播间的水友也听到了。卧槽，这惨叫也太真实了吧！我刚好像看到鬼影了，你们来真的？没多久，灰头土脸的小张疯了似的跑了过来，抓住女主播的手，语无伦次：“有鬼，真的有鬼！小王被吃了，快跑！”说完，他头也不回的冲出了村子。女主播愣了一下，还想继续演，然而他一转身，就看到他的3个同伴啪的一下全坐在了地上，满脸惊恐的指着他的身后：“你后面！”他缓缓转头，一只小鬼正坐在他的肩膀上，对他笑：“杰，你们是来找我的吗？”女主播吓得当场惊吓不已，转身就跑。他没跟同伴一个方向，因为那小鬼追着他们去了。他慌不择路，一头冲进了约定好的那间大宅院。院子中央，那口黑色的棺材静静地立着，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。他做出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，爬上棺材，开始动手敲棺材板。直播间炸了，大姐，你胆子是真的大，进去前不问问里面有没有凶台吗？此时棺材里，你被一阵哐哐声吵醒，很是不爽。谁在敲我的棺材板？咔嚓一声，棺材板被撬开一条缝，紧接着一条修长的双腿伸了进来。你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，那女人手脚并用地爬进来，又小心翼翼地盖上棺材板，躲在角落里，像只受惊的小狗一样呜呜地哭。怎么办？报警！他拿起手机。就在这时，棺材外传来那小鬼的声音：“嘿嘿嘿，躲猫猫是吧？我最喜欢了。”女人吓得死死捂住嘴，而你坐在棺材的另一头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直播间的观众通过手机屏幕看得一清二楚。我靠，棺材里真有人，白发、紫袍、红铁链，这他妈是顶级鬼王吧？女主播也看到了弹幕，心跳瞬间漏了一拍。她顺着弹幕的指示，用余光一瞥，看到了角落里面无表情的你了。她再也忍不住，尖叫出声。你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吓人，努力挤出一个微笑。杰，居士别叫，我是好人。你这一嗓子，直接把外面的小鬼引来了。嘿嘿，找到你了哟！棺材板砰的被移开，小鬼探进头来，不等他反应，你眉头一蹙，声音冰冷刺骨：“贫道的棺材也是你这种烟杂之物能敲的。”你大手一伸，瞬间抓住他的脑袋，张开嘴就汲取其本能。女主播大着胆子睁开眼，正好看到你抓着鬼头疯狂炼化的画面。她惨叫一声，爬起来就跑。好人，你这笑起来比鬼还吓人。她刚跑出棺材，就看到院子里已经围满了厉鬼，而棺材里你的大笑声传了出来：“杰，都来了，正好贫道饿了。”一股恐怖的吸力从棺材中爆发，周围所有厉鬼都被硬生生吸了进去。与此同时，村口那个胖和尚手持钵盂，听着村里传来的动静，舔了舔嘴唇，好大一只魔头，这笑声够劲。院子里，女主播已经吓得腿软，忘了逃跑。棺材里伸出一只苍白的手，指甲黑紫，一把抓住一只企图逃跑的厉鬼，拖了进去。紧接着是撕心裂肺的惨叫和你那比九幽还恐怖的笑声。杰，跑什么？贫道是好人啊！突然，棺材里的声音戛然而止，轰！棺材猛地炸开，黑气冲天，漫天绿色的鬼雾，金色液体如下雨般洒落，残肢断臂从空中落下。你手持天师幡，从黑雾中走出，猛地一挥，来吧，各位，雅间请坐。天师幡化作无数黑色触手，将所有半死不活的厉鬼全部卷入其中。一切结束后，你满意的打了个饱嗝，笑眯眯的看着已经瘫软在地的女主播。居士莫怕，贫道是好人，你看鬼都被我抓了。直播间弹幕已经骂疯了，好人，那群鬼见了你都得绕道走，你对鬼可真是掏心掏肺的好啊。物理意义上的，你没
没理会，转身就走，丢下2张符箓，带上滚，这里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。洞府已成，是时候清理一下周边的邻居了。你来到后山水潭，这里阴气冲天，还传来打斗声。你从天师幡里抓出一只女鬼白骨夫人，长得还算赏心悦目。你把一团阴气强行塞进她嘴里，念动咒语，黑紫色的火焰在她身上燃烧。从现在起，你身上有了我的力量，去探探前面什么情况。女鬼跪在地上，媚眼如丝，能为天师效劳，是奴家的荣幸。奴家是不是不用回那个天师幡了？你眼神一冷，我警告你，那是天师幡，不是万魂幡，别乱说。女鬼吓得浑身一颤，连连点头。神他妈天师幡，那里面比18层地狱还恐怖，想死都死不了。片刻后，女鬼探查清楚，回来禀报天师，前方是一只800年蛇精，在和一个和尚大战，周围还有很多修士和妖魔在观战。800年蛇精，你咽了口唾沫，舔了舔嘴唇，正好我炼丹还差一味药引，走去看看。你刚靠近，就听到那和尚一声暴喝，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，一条金龙咆哮而出，气势磅礴。对面的红发旗袍女子，那蛇精正要出手抵挡，突然，你冰冷的声音划破夜空，道友留手，别打坏了。一道黑气比声音还快，瞬间洞穿了金龙，轰！那不可一世的和尚像被火车撞了一样，口中一出金光倒飞出去，周围观战的修士全都惊呆了。好强的妖气，一招就秒了普光寺的3无和尚。不对，他自称贫道，是个道士。烟尘散去，你从黑暗中走出，身后跟着那只白骨女鬼，样子邪恶的像个变态。你却有些尴尬的搓了搓手，坏了，力气用大了，不会把人打死了吧？你小心翼翼的喊了一句：“道友，你没事吧？”3无和尚挣扎着爬起来，满眼惊骇。这妖魔道行至少1500年，而那蛇精则以为你是来帮他的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吗？就在这时，暗中爆射出几柄飞剑，直取你脖颈。3无道友莫慌，我等来助你。几个名门正派的弟子跳了出来，紧接着又是10几号人。你更无奈了，摊开手。各位道友，贫道是来道歉的，我是好人啊。回答你的是更多的法器，别打了，再打贫道还手了。你瞪着眼，样子更吓人了。你身后的妖魔们却兴奋了，结，都是魔修，一起上，杀了这群正道秃驴。一群妖魔嘶吼着冲向3无和尚他们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你猛地一声暴喝，声震四野，都别动，全是我的，一个都别跟贫道抢。话音落下，万雷阴体发动，无数黑色雷电从你体内爆出，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巨大的雷网，瞬间笼罩了整个五方村。3无和尚等人彻底绝望了，完了，他想把我们一网打尽，而那些妖魔也不干了。一只300年厉鬼叫嚣道：“你太嚣张了，这么多修士，你一个人吃得下吗？”你听了，嘴角咧到一个夸张的弧度，仰天狂笑，整个人兴奋的发抖。吃得完，全部都吃得完。贫道的胃口大得很，你一个闪身出现在那厉鬼面前，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吞噬了他的本源，津津有味的炼化起来。全场死寂，所有人和妖都看傻了。你擦了擦嘴角的金色液体，对着那群瑟瑟发抖的妖魔，再次露出了那个和善的微笑。我说的是你们这群小可爱，一个都跑不掉。然后你转身对着3无和尚他们，笑容更加温暖了。道友，贫道都说了我是好人，我说一个都别跑，指的是他们，不是你们。说完，你扛起天师幡，开始了你的自助餐盛宴。3无和尚艰难的咽了口唾沫，走，赶紧走，这他妈比鬼王还恐怖。谁知道他会不会杀上头把我们也收了？一个年轻修士绝望的问。他说的一个都别跑，到底是指妖魔还是妖魔加我们？没人能回答。此时你正提着摄魂铃追着那条蛇妖满山跑，一边追一边狂笑，别跑别跑，借你蛇胆一用，贫道是好人。那蛇妖终于被你逼急了，猛地回头吐出一口凝聚了100年修为的毒液，给我死！毒液所过之处，空气滋滋作响，地面都被腐蚀出一个大坑。你看着地上被腐蚀掉的2张符箓，心疼的惊呼一声：好家伙！蛇妖以为你怕了，开始谈条件，你我联手杀了他们，否则我自爆蛇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远处的3无和尚等人汗都下来了，糟了，他们要联手了。而你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然后从怀里摸出了你那个宝贝酒葫芦，里面装的全是你用各种厉鬼泡了几10年的陈酿鬼酒。你把葫芦口对准蛇妖，一脸真诚的开口：来，滋，往这里面滋，千万别浪费了，瞄准点。全场再次石化。蛇妖终于反应过来，你不是怕，你是心疼他那口毒液没滋进你酒葫芦里。老娘成全你！他怒吼一声，现出原形，一条头戴王冠的七彩巨蛇。那七彩巨蛇现出本体，水桶粗的蛇身盘踞山头，金色的树桶死死盯着你，张开巨口，今天就算陨落，我也要拉你垫背。说着，他庞大的身躯如火车般朝你撞来。远处的3无和尚等人看到这一幕，脸上竟露出一丝欣慰，打得越狠越好，最好2败俱伤。你见他动了真格，也不含糊，万雷阴体瞬间催动到极致，准备硬抗他的剧毒。这玩意可是大，可不能玩坏了。噗！一道浓烈的毒液如高压水枪般破空而来，你眼疾手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拧开葫芦盖，精准无误地将所有毒液尽数收入囊中。盖好，猛摇几下，你吸溜了一下口水，咂嘴，差点火候，还得再泡一炷香。既然这样，就让贫道先尝尝咸淡。你将葫芦挂回腰间，天师幡冲天而起，黑气笼罩四野，雷法加固封印。下一秒，你脚踩虚空，鬼魅般冲向蛇妖，一把抓住他粗壮的尾巴，猛地一拽，结，像你这么粗壮有力的女妖，贫道好久没见了。你越挣扎，贫道越兴奋。那蛇妖被你拽得失去平衡，巨大的蛇头猛地回转，张开毒牙，又是一口毒液喷来。然而，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是，你不仅没躲，反而张开了嘴，兴奋的大喊：快，瞄准点，全滋我嘴里！你将那滚烫如岩浆的毒液一饮而尽，一个字：爽！万雷阴体疯狂运转，将剧毒转化为最精纯的能量。对别人是穿肠毒药，对你就是顶级烈酒。可你刚喝上头，那蛇妖竟然停了。你急了，大声催促：别停啊，继续滋！说着，你左手直接掐住蛇头，右手掰开他的巨口，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，把自己的脑袋伸了进去。你不滋是吧？那贫道自己动手。四周的修士和妖魔全都看傻了，这简直何止是妖魔，简直是异于常人。别人都是被女妖耗损
孙本源，你简直是想把女妖本源耗尽啊！当事人蛇妖已经快被吓住了，他头一次见到这种把剧毒当饮料喝的修士，他想求饶，可嘴被你堵得死死的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你却一脸嫌弃的退了出来，恶狠狠地瞪着他，这就没了。再给贫道来点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看着这么粗，结果就这么点掉。蛇妖快翻白眼了，老娘这2口毒能毒倒1成修士，是你太异于常人了。你眼神一冷，右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左手指甲轻易探入他的鳞片，没了是吧？那就让你再凝练一点。贫道还没尽兴呢。窒息感传来，蛇妖体内的妖丹开始疯狂运转，全身肌肤渐渐变成濒死的紫色。你毫不犹豫张开大嘴，一口落在他身上，牙齿轻易穿透鳞甲。你气沉丹田，猛地一吸，呼，蛇妖全身的毒素连同他的剧毒本源被你贪婪的大口汲取。这幅景象把远处的三无和上下的心神俱震，几个年轻修士更是当场心绪大乱，拿着法剑就开始刨地，快挖地道，我受不了了，再看下去我会被吓住。比陨落更恐怖的是看着这位修士大快朵颐啊！与此同时，古方村外几架直升机呼啸而来，机上坐满了身穿黑色制服的7局成员，队长李卫一个6旋高手，正潇洒地把玩着飞刀，听着手下的汇报，嘴角勾起一丝桀骜的笑。妖物不多，我还懒得来，越多我越感兴趣。身后的队员们满眼崇拜，开玩笑，队长可是年轻一代的翘楚，必须横扫。李卫听着彩虹屁，尾巴都快翘上天了。然而，当直升机靠近五方村，他们看到了空中你和蛇妖缠斗的景象，检测一下实力。李卫眯着眼，活动着脖子，准备大展身手。旁边的检测员拿着一个八卦盘捣鼓了半天，突然震惊地张大了嘴。队长，6旋大妖。李卫表情一僵，但很快恢复正常。不就是6旋吗？我制服的就是同阶。说着，他准备跳下去，检测员却快哭了。不是啊，队长，被按着制住的那条蛇是6旋，那个川子抛的，实力检测不出来。李卫的脚瞬间停在半空，咽了口唾沫，然后猛地一挥手，撤，快撤，回去请老祖宗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师傅才刚突破4旋，你让我下去白白送命吗？4架直升机头也不回地跑了。下方的三无和尚刚看到希望，抬头一看，飞机没了，他差点口中溢出金光。就在此时，地面上一队龙虎山的弟子火速赶到，带队的是张震真人。他看着眼前的雷电大阵，一脸懵逼，这阵法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一个小道士疑惑地问。张震试探性地用一道龙虎山符箓碰了一下阵法，嗡，坚不可摧的大阵瞬间裂开一个口子，所有人瞬间懂了，这简直真是自家的阵法。张震连忙对身后弟子做了个虚的手势，都别说话，谁也别转出去。而此刻空中地女手一探，直接将红蛇的内丹取了出来。功德一件，你将内丹收好，把天师幡往阵眼一插，开始收缩阵法。无数妖魔鬼怪被吓得惊惧万分，疯狂撞击着雷网，宁死也不想落到你手里。刚进来的张震等人看着这百鬼夜行的场面，全都吓傻了。一个眼尖的道士指着空中的你们看，那是不是有个川子抛的？拿着幡在狂笑。另一个道士接话，怎么这么眼熟？这位修士好像在哪见过。张震抬手就给了那小道士一巴掌，压低声音吼道：什么修士？别乱说，那简直是你师祖。三无和尚看到救兵，哭着跑了过来，道友，你们可算来了，快出手啊！头顶上那位太吓人了。空中的你也看到了张震，露出了你那标志性的和善笑容。旁边一个持剑少年哇的一声就哭了，就是这个笑，我快吓死了。你飘然而下，率先开口，张震师侄，你也来了，快帮师叔解释一下。师叔真是好人，你这一嗓子，全场皆惊。空中的妖魔们听到这话，纷纷转身对着张震跪了下来，哭喊着：真人，我有罪，快带我走，我惊扰凡人，求您把我押进镇妖塔吧。张震看着这诡异的场面，一个脑袋2个大，他苦笑着对三无和尚说：动手，跟谁动手？这是我师叔龙虎山上一代天师，我敢动手，那是欺师灭祖。你满意地点点头，大吼一声：天师幡！无数触手伸出，将所有求饶的妖魔全部拖入幡中。你扛着蛇妖的身躯坐到篝火旁，笑着招呼道：师侄们，过来坐，吃点烧烤。龙虎山的弟子们果断摇头：师祖，您笑起来太吓人，我们不敢。只有张震硬着头皮走了过去。1刻钟后，一行人吃完了蛇肉。张震开口：师叔，天师下令，见到您必须请您回去。你放下酒葫芦，眉毛一挑：我不回。你还想来硬的？张震连连摆手：不敢不敢，天师也是担心您在外面有危险。你拍了拍他的肩膀：我知道，但我在那山洞里待了几10年了，不可能再回去。张震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：我懂，我不会跟天师说的。这时，一个弟子拿着一张符箓站了出来，满眼崇拜：师祖，听说玄天符箓是您6岁时自创的，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吗？你扫了一眼，面无表情。忘了，你把皮球踢给张震，他无奈只好出手。一张黄符出手，金光大盛，瞬间斩断一棵巨树，道气净化四方，众人喝彩。你被架到火上烤，只好也拿出一张符，掐诀念咒抛出。然而想象中的金光没有出现，反而是冲天的黑气，鬼哭神嚎，无数恶鬼从符中飞出，瞬间将一个小山丘化为尘埃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2秒后，张震带头鼓掌：好强！师叔随意一击，竟有如此威力。众人反应过来，疯狂拍马屁。虽然吓人，但师祖好厉害。你被拍得乐呵呵，挥手感人。行了行了，都回去吧，贫道要修炼了。等他们走后，你打开系统面板，叮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制服妖蛇，奖励500年功力，玄冥天师剑1柄，叮，检测到龙虎山10日后有难，请宿主返回相助，叮，新任务，昆吾山区天降龙龟，请宿主前往，以阴化之力将其转化。龙虎山有难，还有龙龟坐骑。你嘴角一扬，有点意思。你抓起天师幡，化作一道黑影，直奔昆吾山。与此同时，昆吾山流星砸出的天坑，寒气逼人，一群妖魔邪祟早已聚集于此。一个身穿清朝太监服的将
僵尸，看着深坑，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。天星落下，龙龟苏醒，我大清要回来了。说罢，他纵身一跃，跳入深坑，其余妖邪也纷纷跟上。另一边，一个叫小野的网红主播，为了流量，正准备亲自下坑探险。无人机先行，他紧随其后。深坑之下，漆黑一片。他在墙壁上发现一朵会发光的诡异兰花。野哥，带上来你就火了。队友在上面兴奋地喊。小野拿出锄头，对着花的根部就是一下，噗呲，飙出的不是汁液，是金色液体。那花根竟然是一张痛苦扭曲的人脸。无人机拍到的画面，更是让上面的人魂飞魄散。深坑底部密密麻麻，全是这种诡异生灵。下面传来小野的惊呼，一头巨大的诡异生灵伸出舌头，将它卷入口中，疯狂吞噬。有怪物啊！上面的人哭喊着四散奔逃，那诡异生灵却从坑里一跃而出，开始追杀他们。就在这绝望时刻，空中传来你义正言辞的声音：妖孽，光天化日，残害凡人，该镇压！一道黑色雷电从天而降，将最大的诡异生灵重创消散。你手持天师幡从天而降，看着满地怪物，放声大笑。这么多大补之物，小的们出来开胃！天师幡中无数厉鬼涌出，开始了反向狩猎。你走到几个幸存者面前，再次露出你那和善的微笑。居士，贫道没来晚吧？他们回头看到你和漫山遍野的利刃，刚放下的心又悬到了嗓子眼，刚出虎口又入狼血。你看到他们背上生机流逝的伤口，知道他们中了蛊。你从怀里掏出一个竹筒，打开，里面是蠕动的灵虫解药，一人一条，都别抢。你掰开他们的嘴，直接塞了进去。片刻后，他们背上的金色线虫纷纷钻出，在地上挣扎。你小心翼翼地捡起几根，收好，搞定。你对着深坑开始推算，卦象显示龙龟就在下面。突然，坑底爆射出一股阴冷至极的气息，冲散了你的卦象。你眉头一皱，不简单，下面有大家伙。与此同时，深坑地宫中，一个身穿龙袍的僵尸发出一声闷哼，有人来了，制服他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陛下。你站在坑边，沉默片刻，嘴角一扬，管你什么玩意，贫道来找你玩玩。你纵身一跃，跳入深坑，刚一进入，墙壁上无数诡异生灵便如潮水般向你涌来。你冷笑一声，抽出玄冥天师剑，随意一挥，一道黑紫色的剑气夹杂着万鬼的嘶吼席卷而出。一剑挥出，黑紫色的剑气夹杂着万鬼嘶吼，瞬间将眼前密密麻麻的人脸怪击溃。你再挥一剑，剑身爆发出恐怖的吸力，将怪物消散后溢散的阴气尽数吞噬，灌入天师幡。叮，天师幡经验值加500，爽！你继续下落，几分钟后稳稳落地，眼前是一片广阔的地下空间，满地白骨，恶臭熏天。突然，你发现在阴影中立着一尊诡异的佛像，佛像上沾连着残骸尸骨，嘴角挂着一抹邪笑。佛像竟然开口了，声音空洞而威严：“何人见佛不跪？”你扫了他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不屑，抽出玄冥天师剑，想都没想，一剑就劈了过去。噗嗤，佛头冲天而起，腥臭的黑色本源如喷泉般涌出。你扛着剑，猖狂大笑，让贫道跪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贫道乃是代天执法的龙虎山天师，区区一尊鬼佛，也敢在贫道面前装蒜？鬼佛陨落，你看着满地冤魂，难得动了恻隐之心，算了，都是苦命人，超度你们一把。你盘膝而坐，双手结印，开始念咒。下一秒，你身上磅礴的邪道之力如潮水般涌出，瞬间包裹了所有尸骨和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人脸怪。诡异的一幕发生了，凡是被你超度的冤魂，非但没去投胎，反而化作了实体。一阵阴风吹过，数千名身披甲胄、手持兵刃的阴兵齐刷刷的跪在你面前，山呼海啸，叩见大王。叮，成功转化阴兵600名，鬼将10名。你懵了，这简直是天师养成系统，这分明是阴天子养成系统。不过好像也不错。你摸出天师幡，对他们一挥手，都进去吧，以后里面的家伙归你们管了。处理完杂鱼，你扛起天师幡，走向地宫深处，一座黑水桥横在眼前，河水漆黑如墨，阴气森森，好大的手笔。鬼佛镇门，因何为界？这是要造一个阴穴啊！你扛着幡，大步流星的走上桥，开始了。紫袍天师大战黄金僵尸的戏码即将上演。突然，桥下黑水翻滚，一条肥头大耳的令人不适的怪鱼窜出，张开巨口朝你咬来。你一阵反胃，脚尖一点，飞入空中，快速结印，一个通天符箓的魔改版鬼手符凭空出现，一只巨大的鬼手从虚空中探出，一把抓住那怪鱼，直接拖进了未知的空间。你看着那条黑水河，打起了主意，系统只让我取龙龟，可没说不能顺手牵羊。你挥动天师幡，恐怖的吸力爆发，整条河的阴水连带着水银和河底的阴煞之物全被你吸了进去。结，连你家门口的河贫道都给你搬空。与此同时，地宫深处，太监总管正对着一群妖魔鬼怪下令：去清除所有入侵者。陛下苏醒之日，就是我大清卷土重来之时。一只红衣鬼王扭着腰肢，媚笑道：希望陛下醒来能纳我为妃。旁边一个干尸巨人不屑地哼了一声：就你还是当我的妃子比较靠谱。两鬼吵吵嚷嚷的来到外层，还没见到人，就听到了你那标志性的桀怪笑。红衣鬼王皱眉：谁敢抢我的功劳？干尸巨人也怒了：谁竟敢动我的人？而你正沉浸在天师幡升级的快感中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你是谁？一声暴喝传来，你从河里站起身，身后几百阴兵也齐刷刷站起。那红衣鬼王看清你的样貌，眼睛都直了。我的天，好巨！你是公公的人还是娘娘的人？你擦了擦手，扛起天师幡，对着他走了过去，抬手就把幡丢了过去。抱歉，贫道是根正苗红的龙虎山天师。一道黑色铁链从天而降，瞬间将红衣鬼王捆得结实。你是道门的人？两鬼同时大惊，干尸巨人咆哮着朝你冲来。我管你什么道，放下他！你嘴角一勾，摇了摇是魂灵，诡异的音波化作无数毒蛇，瞬间将干尸巨人淹没。你一掌拍出，直接将红衣鬼王打得魂体溃散，剩下的残魂被天师幡一把拽了进去。你看着被铁链困住的干尸，轻吐一个字：震。干尸瞬间静止。你从天师幡里抓出一团鬼将的魂。
塞进干尸嘴里。干尸重新睁眼，对着你单膝跪地，参见大王。你满意地点点头，又拿出毛笔，在他身上画满符文，将他改造成了一具刀枪不入的符文僵尸。你一口吞下红衣鬼王的残魂，读取了记忆。公公、娘娘、大清，有意思。你来到地宫内部，青龙卫前方是无尽深渊，里面沉睡着无数蛟蛇。正好天尸帆里缺点野生动物，你掏出天尸帆，一个天罗地网从天而降，直接将整条护城河的蛟蛇一网打尽。鬼将们从帆里跳出，一人扛着一条，兴高采烈地跳了回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暴喝传来：“你是何人？”一个身穿黄金锁子甲的僵尸将军跳了出来，手持长剑，满脸煞气。你眼睛一亮，好货，你又是谁？你阴笑着问：“你不是地宫的人，不过看你一身邪气，可愿加入我等，共扶陛下登基？”陛下是谁？自当是摄政王多尔衮。你咂咂嘴，听起来不错，但贫道拒绝。话音未落，一道红色奔雷已经劈了过去。那甲士大惊，挥剑抵挡，却被劈得连连后退。你如法炮制，镇压其魂，助鬼将，再收一个猛将莫也。然而这里的动静惊动了整个地宫，成千上万的厉鬼僵尸从四面八方涌来。你只是淡淡一笑，都是经验包啊！黑紫色的雷霆呼啸而过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地宫深处，太监总管猛地睁眼，好强的阴气，难道是娘娘的人？另一边，宫殿内，一个身着华服的女子轻声呼唤：“王爷，劳烦您去看看。”后殿，一个身穿蟒袍的魁梧男子睁开双眼，身形如炮弹般射出。镇南王吴三桂。另一边，七局的李卫小队误入朱雀位，一棵挂满人脸桃子的果树，无数山魈将他们团团围住。好久没活动筋骨了，李卫提刀就上。然而暗中，两个六玄妖邪已经盯上了他们，一个打扮和你一模一样，连笑声都是结结结的邪修，对着李卫出手了。李卫被缠住，小队成员岌岌可危，给我控住他，先制服这个邪修！李卫大吼，队员们结阵。李卫一刀斩出，将那冒牌货所化的蝙蝠一分为二。然而探测器再次响起警报，老大，又来了好多六玄大妖！李卫一咬牙，你们走，我断后。他拼死劈开一个缺口，让队员逃离，自己则被无尽的妖邪淹没。没想到逞能一辈子，最后还能逞能而逝，值了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身后的樱桃树轰然炸开，一个手提长枪的英姿飒爽的女子挡在了他身前。你小子总算没给我丢脸！七局之元，蒋云队长，五玄巅峰。他长枪一转，龙吟乍起，瞬间清场。这地宫怎么回事？蒋云皱眉，李卫把陛下登基的事一说。突然，另一个方向传来剧烈的能量波动，是三队队长王龙的绝招，他也是五玄巅峰。一行人火速赶去，却在第二层看到了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。镇南王吴三桂，那个身穿蟒袍的魁梧男子，正单手提着王龙的头颅，像提着一只小鸡。王龙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嘶吼道：“快逃！他是四玄巅峰！”吴三桂回头，绿油油的眼睛扫过众人，狞笑道：“都来了，很好，省得本王一个个去找了。”而此时，身处第三层的你，刚把最后一个小 boss 收进天尸帆，就听到了那阴阳怪气的声音：“阁下也是妖邪，咱家怎么从未见过？”开始了，紫袍天师大战清朝太监。你回头看着城墙上的太监总管，懒洋洋地问：“你是什么玩意？咱家不过陛下身边的一条恶兽。”太监总管奸笑道：“阁下实力不弱，不如加入我们，等陛下登基，封你个异姓王如何？”你邪魅一笑，龙韵加持，好大的口气！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宫女。你一个闪身，出现在他头顶，低头睥睨着他。忘了告诉你，贫道不喜欢别人低头看我。太监总管终于看清了你，大惊失色：“你是道门的人？”结，恭喜你猜对了！你一掌劈下，他双手格挡，却被轰得倒飞出去。妖邪之身为何会道门绝学？他惊恐地看着你手心的雷光，五雷正法。你嘴角一裂，厉声暴喝：“贫道乃龙虎山正统天师，贫道简直是好人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”黑色的邪雷从天而降，瞬间将他一身修为劈得溃散。他跪地求饶：“同为妖邪，你还敢说？”你怒了，召唤出天尸幡，给贫道进幡里做1年雅监再说。太监总管吓得魂飞魄散，摸出一面黄龙旗，猛地一挥：“大清地勇士们，醒来，护我大清！”无数身穿清朝盔甲的僵尸从地底爬出，嘶吼着朝你冲来。你看着这群杂鱼，不屑冷笑：“叫人是吧？贫道也会，我龙虎山的勇士出来！”你天尸幡一挥，数千阴兵在干将莫邪的带领下，如黑色潮水般迎了上去，而你则飞身去追那个想逃跑的老太监。与此同时，青龙卫的阴暗角落里，一群身穿黑衣的东瀛人正目睹了这一切。三上阁下，道门何时出了这等人物？一个女声响起，干脆利落：“不清楚。此人浑身邪气，却会五雷正法，不科学。不过我们的目标是龙龟，静观其变。”此时，远处传来蒋云等人的惊呼声。他们刚进入这片区域，就看到吴三桂像踢小鸡一样扣着二队队长的脑袋。“快走！”二队队长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嘶吼，砰！他的脑袋轰然崩开，金色光雾混合着金色液体溅了吴三桂一身。蒋云瞬间反应过来，长枪一立，对着身后的李卫等人大吼：“走，快走，走！”吴三桂冷笑，高大的身影瞬间出现在蒋云面前：“你们一个都走不掉！”他随手一拍，蒋云的长枪应声而断，整个人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出去，撞断了一棵巨树。二队合则生，分则死，从未有过逃这个字。剩下的二队队员对视一眼，怒吼着冲了上去，为蒋云等人争取时间。雕虫小技，吴三桂看都懒得看，袖袍一挥，无数毒蛇涌出，瞬间将他们淹没。李卫背起重伤的蒋云，亡命飞奔。我说过，今天一个都别想走。吴三桂阴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他一脚踩下，又一名7队队员被踩得失去生机。队长，你们先走。剩下的几人转身，抽刀冲向吴三桂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就在这绝望的时刻，一道狂暴的雷电气息在前方炸开，噼里啪啦的声响让李卫和蒋云瞬间燃起希望。是五雷正法，是龙虎山的人，我们有救了。此时，你正提着天尸幡，追着那个老太监满地宫跑。老太监，现在你看贫道像好人还是坏人？你时不时赏他一道血雷，再丢一张鬼符，就是不下杀手。放长线钓大鱼，王公公都快被
被吓傻了，他感应到了镇南王的气息，拼命朝那个方向逃去。你察觉到另一股强大的妖气正在靠近，计谋得逞，你摇晃着三清灵，音波化作无数恶鬼冲入地洞。你是好人，饶命啊！王公公惨叫，既然承认贫道是好人了，那就更不能放猛。你咧嘴一笑，一记掌心雷轰出。另一边，李卫背着蒋云亡命狂奔，身后吴三桂紧追不舍。道长，救命啊！李卫扯着嗓子大喊。突然，地面炸开一个大洞，只剩半截身子的王公公像个球一样滚了出来。紧接着，你左手天师幡，右手三清灵，伴随着节节节的狂笑，从洞里飞出。是谁？谁在呼唤贫道？你一眼就看到了瑟瑟发抖的李卫二人，一个俯冲落在他们面前。道友莫怕，贫道来了。蒋云和李卫看着你那比鬼还吓人的尊容，彻底绝望了。完了，龙虎山的道长被他弄死了，又来一个大魔头，毁灭吧！累了。蒋云两眼一翻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李卫认出了你，五方村的那个妖邪，他怎么也在这？王公公跑到吴三桂身后，指着你尖叫：“王爷，就是他，解决他！”吴三桂凶狠地盯着你，阁下浑身妖气，可愿入我大清？你掏了掏耳朵，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少废话，贫道来此就是送你们上路，来一个没一个。”话音未落，你扛着天师幡就冲了上去，还不忘回头对李卫喊：“道友躲远点，这招威力大。另外，贫道真是好人。”李卫呆呆地看着你，他在跟我说话。天师幡一挥，阴气遮天蔽日，无数鬼手从中伸出。你看着还愣在原地的李卫，吼道：“你傻了，还是想进来坐坐？”李卫一个机灵，拖着蒋云连滚带爬地躲到远处，装神弄鬼。吴三桂鼻尖喷出两道煞气，化作两名满清士兵，挥刀砍向天师幡。你眉头一皱，瞬间看穿了端倪。大胆妖孽，你这一身修为，大半都来自这件蟒袍吧？今天贫道就给你扒了他！吴三桂脸色一变，你将天师幡抛入空中，双手掐诀，一个巨大的天罗地网瞬间笼罩全场，一个都别想跑！你摇动三清灵，诡异的音波让吴三桂痛苦不堪。李卫在远处捂着耳朵，却发现这魔音对他毫无作用，忍不住嘀咕：“好厉害的摄魂灵！”你听到了，瞪着眼睛就骂了过去：“胡扯摄魂灵，这是三清灵，毛都不懂就知道胡扯！贫道说他是三清灵，他就是三清灵！”你一个闪身出现在吴三桂面前，一拳轰出，直接将他打飞，撞塌了十几堵墙。废墟中一声野兽般的咆哮传来，吴三桂现出青蛇原形，后背伸出两条毒蛇，一口咬在你脖子上。你冷笑一声，跟贫道比毒，贫道洗脚都用500年蛇毒，喝酒都用上千年鬼酒，你反口咬住那毒蛇，猛地一吸，吴三桂的阴气瞬间被你吸走1/3，他惊慌失措，施展法相，一尊青面獠牙的巨大鬼影拔地而起，你嗤之以鼻，妖孽，吃贫道一击！你手中凝聚起黑色的五雷阵法，无数蜈蚣般的雷电从天而降，敢跟贫道的五雷阵法对轰，不自量力！你甩出几张符箓，无数红色铁链从虚空中射出，将青蛇捆住，你一记红色雷柱轰下，正中他7寸，他痛苦嘶吼，张嘴还想咬你，你直接一口地狱之火喷进了他嘴里。就在这时，地宫深处一股真正的龙威冲天而起，吴三桂掏出一张黄色圣旨，大吼一声：“圣恩浩荡，威震八方！”一条由龙气凝聚的金龙从圣旨中飞出，威压席卷全场。拿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，好大的口气！你看着那金龙，非但没怕，反而更兴奋了。你冲着地上的李卫大喊：“那个小友，过来助我！”天师幡一卷，直接把李卫吸到你身边。李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你咧嘴一笑，露出满口白牙：“你别怕，这龙威弱得很，借你一点护国气运，破他足矣。”李卫都快哭了。道长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但能不能别叫我小瘪三？你一愣，随即仰天大笑：“好小子，你是第一个夸贫道笑得好看的，以后不叫了。靓仔，看好了，这一集我给你兄弟们报仇！”你猛吸一口气，将李卫身上的护国之气吸入体内。下一秒，你身后浮现出一个顶天立地的紫色天师虚影，虚影手持巨剑，对着那金龙猛地一剑斩下，轰！惊天动地的爆炸中，龙灭，蛇死。你从空中落下，将奄奄一息的吴三桂收入天师幡，扒了他的蟒袍，丁斩杀镇南王，奖励化蛇术。你又掏出2条蜈蚣，丢给李卫和蒋云，吃了疗伤。就在这时，整个地宫开始剧烈震动，星月移位，洞口封闭，七星连珠开始了。你们保重！你扔下一句话，化作一道黑影，直奔地宫最深处。皇宫，你一路横推，神挡镇压神，佛挡镇压佛，很快就追上了还在逃命的王公公。你跟着他来到了皇宫门口，这里阴气汇聚成海，成千上万的妖魔邪祟将广场堵得水泄不通。你看着这番景象，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下来。看来这次能饱餐一顿了。王公公连滚带爬的冲进广场，声嘶力竭的大喊：“娘娘救命啊！有妖邪追我！”满场妖魔发出一阵哄笑。突然，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，全场瞬间失声。一个身穿凤袍、美艳绝伦的女子从大殿中走出，她就是娘娘大玉儿。她看都没看王公公，只是平静地问：“她死了吗？”回娘娘，镇南王被一个龙虎山的紫袍天师一剑镇压了。轰！话音未落，一股狂风将王公公掀飞出去。大玉儿原本绝美的脸庞瞬间变得铁青，眼中满是滔天恨意。你确定是紫袍天师？是的，滚进去照看陛下。就在这时，皇宫大门外传来了你那疯狂的笑声。你一头白发，身穿紫袍，左手抓着一只利弩，一边走一边大口嘶哑。你走进广场，看着满坑满谷的妖魔，激动的浑身颤抖。好多，好大呀！贫道要控制不住了。众妖邪也看到了你，好浓郁的妖气，解决他！好久没吃过活人的血肉了。你看着他们，也在流口水。这边清蒸，这边红烧，那边泡酒，不错不错。越想越兴奋。一个老妖婆站出来，想劝降，阁下也是妖邪，何不？你拍了拍胸膛，打断他。一群眼拙之人，看不出贫道穿的是龙虎山紫袍吗？贫道是好人，尔等妖邪都给贫道消失！话音未落，你一个闪身冲入妖魔堆中，你抓住一只女鬼，一口咬住她的脖子，汲取能量，结，太爽了！一群妖魔遇到贫道，算你们倒霉。五雷阵法，掌心雷，通天符箓，你杀疯了！紫袍被染成墨绿色，天师幡都快包浆了。妖魔们终于怕了，魔头，他就是中原第一魔头。好啊！皇宫外，三无和尚、李卫、蒋云等人赶到。
看着皇宫上空汇聚的金色光云，全都惊呆了。干将诺爷率领的阴兵大军也已杀到。李卫对着众和尚千叮万嘱，记住，待会儿见了要叫天师，他是好人。三无和尚一脸便秘，他是好人，他是天师，跟着我念一遍阿弥陀佛。当他们走进正宫，看到眼前尸山精液横流的景象，集体吐了。尸山之巅，你挺拔站立，听到动静，猛地回头，嘴角一咧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来晚了，都快被我杀光了。你抓起一条蛇，又吸收了一口，众人呼吸都停滞了。这算好人？你吐出一块骨头，赤金色的目光锁定了远处轿子里的那个人，剩下的都进来坐坐。天师翻一卷，残余的妖邪被你尽数吸入。你擦了擦嘴，从尸山上落下，看向众人，小和尚，好久不见，我给你们留了一个，要去试试吗？你指了指皇宫最上方那顶被无数僵尸侍卫拱卫的凤轿。三无和尚尴尬的笑了笑，天师，别打去了。三无和尚还没来得及阻止，他那愣头青师兄慧法已经提着禅杖冲了上去。妖孽受死！师兄，别晚了。轿子旁的一个僵尸侍卫猛地抬头，一刀劈来，刀光带着破碎虚空的绿芒，慧法禅杖一顶，竟被震飞100米。他双手合十，一记万佛印将那侍卫打得崩裂，随即一掌拍向凤轿。下一秒，轿帘被清风吹开，一道凌厉的气息射出，直接击穿佛印，将慧法打得胸口受创，倒飞回来。你转头对干将诺爷吩咐道：“去清场，这里交给我。”后宫集合，遵命。数千阴兵瞬间散开，开始了地宫大扫除。你这才扛着天师幡走向那顶凤轿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你上来就是天师幡罩顶，10几张符箓封锁四周，紧接着就是一记五雷正法，轰！轿子被轰得破碎。大玉儿一身旗袍站在废墟之上，脸色发青，青莲秘法。他一声低喝，皇宫门口无数死去妖魔的魂魄重现，甚至连被你击败的吴三桂都在其中，怨气滔天。你笑了，跟我比人多。你随手撒出一把豆子，道门仙术，撒豆成兵，无数小豆子落地化作厉鬼，瞬间与大清阴魂战作一团。你摇动三清灵，抽出玄冥天师剑，一剑就破了他的秘法，将他击飞。结，别跑！贫道的天师幡里正好缺个侍女，我看你很合适。你大手一抓，撕裂虚空，一把掐住了他的小蛮腰。就在此时，后宫深处那口紫金棺材里传来一声闷哼，一根粗大的铁链呼啸着朝你射来。你猛地回头，一声怒喝，敢跟贫道抢人！你摇动三清灵，天师幡发动，2根铁链飞出，用7根钉子将大玉儿死死钉在原地，再布下法阵。你们帮贫道看着他，我去会会那个大家伙。你脚踩虚空，直奔后宫深渊。刚靠近，你就看到王公公的脑袋冲天而起，脖梗是被利刃砍断的，还有其他人。你抓着天师幡，悄悄潜入。你站在屋顶，一眼看去，深渊旁10几名东瀛忍者正与一群黄金甲侍卫激战。正中央，紫金棺椁被无数铁链托起，底下正是那头濒死的龙龟。龙龟的金色液体正被铁链源源不断的抽取，注入棺椁。这样下去，龙龟撑不了多久。你二话不说，直接丢出天师幡，笼罩全场。黑色触手缠上铁链，强行截胡，将所有能量吸入幡中。你再甩出一把豆子，化作阴兵，冲入战团，冲！你们就当一根搅局者，见人就抽。而你则一个猛子扎进了深渊之底。系统炼化龙龟需要什么条件？龙龟死，以其仅剩龙运为基，夺天命。化阴尸需抓住其魂魄，还要等他死。你将三清灵甩出水面，与那棺椁争夺起了龙龟最后的气。什么东西？水上激战的众人齐齐抬头。东瀛忍者3上幽局认出了天师幡，是那个狂人。另一名上人武田眉头紧锁。就在这时，棺椁中传来一声闷哼，10根铁链射向准备入水的3上幽局。龙龟乃我大夏之物，区区东瀛也敢染指？一声暴喝，4道身影凭空出现，竟是7局的一队和真龙队成员。蒋云赫然在列，带头的是个名叫屠夫的壮汉，实力高达3玄。他一刀将3上幽局劈飞。武田扶起3上，眼神冰冷，看来得请大人出手了。水下地米看准时机，猛地加大了天师幡的吸力，棺椁疯狂颤抖，眼看就要炸开，打不开，贫道帮你一把。你从水下一掌拍出，直接将那紫金棺椁拍得粉碎。一个身穿龙袍扎着长辫的男子负手而立，多尔衮，吾皇万岁！所有大清侍卫齐齐跪下。多尔衮缓缓转身，目光落在屠夫身上，不屑一笑，就凭你们！他随手一掌，金龙呼啸而出，屠夫拼尽全力才堪堪挡下，手中的刀却已开裂，双臂伤痕累累，金色液体渗出。与此同时，3上幽局想趁乱潜入水下，偷取龙龟的本源精华。鬼啊！下面有只鬼，他刚入水，就鬼叫着想逃出来，却被一只苍白的手从水下伸出，死死掐住了脖子。水下传来你霸道的声音：“不用管我是谁，今天龙龟归我，你可以滚了。”多尔衮冷笑，与你隔着深渊对视。屠夫等人震惊，水下是谁？好大的口气！只有蒋云神色复杂，是救我的那个天师张毅，他是个好人。张毅，龙虎山天师不是张轩吗？突然一声暴喝从水下传来，打断了众人。我说了，龙龟归我，你们还不滚？武田咬牙，拔出第3把刀，厉声暴喝：“鬼舞！”一头黑色鬼牛冲向你掀起的水泥，才勉强将其击碎。武田意识到了差距，立刻服软：“阁下，我们并无利益冲突，不如联手对付大清。”你猛地睁眼，右手一握，手中的3上幽局瞬间炸成一滩金色液体。联手？贫道何时需要帮忙？再说我大夏的家事，关你那岛国什么事？你从水中冲天而起，恐怖的气息席卷全场，一群狂妄之徒也想跟贫道谈合作，先进我的天师幡坐坐再说。你大手一挥，天师幡化作无数利爪，将遁入影子的东瀛忍者一个个揪了出来，拖入幡中。你发出震耳欲聋的狂笑，三清灵的魔音笼罩全场，敌我不分。多尔衮眉头一蹙，金色真龙护住大清众人，屠夫等人则被震得气息翻涌。蒋云尴尬地低下了头，好人应该是吧？你目光锁定多尔衮，掌心雷化作红色雷龙，直冲他的金龙罩。阁下胃口可真大。多尔衮冷笑，挥剑格挡，2股力量碰撞，金龙罩一阵晃动，毫发无损。你注意到武田想跑，张嘴一吸，万雷阴体发动。武田感觉身体重如千钧，动弹不得。他身后的同伴将所有力量注入他体内，他手臂崩裂，伸出一条白骨巨臂朝你撞来。你不退反进，张嘴就咬了上去。哈哈，大补之物啊！再来点！你一口咬下，武田痛得龇牙咧嘴，你却追着他，张着大嘴。我还没吃饱。就在这时，
时，一根黄金长鞭破空而来，狠狠抽在你伸出的手臂上，伤痕累累，金色液体流淌。你转身，冷冷盯着多尔衮，你想帮这群东瀛人？多尔衮将长鞭化作天子剑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你看着自己伤痕累累、金色液体流淌的手臂，从天师幡里抓出一只厉鬼，一口咬下，手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。你环视四周，冷笑道：“看热闹看得很爽是吧？还想藏到什么时候？”你随手一剑，将藏在暗处的东瀛疯忍逼了出来。正有此意，疯忍对多尔衮颔首，杀了他，龙龟再分。两人达成合作，你却突然放声狂笑，笑得癫狂，笑得让所有人毛骨悚然。蒋云脸色大变，快跑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对劲，出手！多尔衮感觉到了极致的危险，疯忍结印，化作法相，两人齐齐朝你攻来。你赤红的右眼从指缝中透出，阴冷至极，都别跑了，留下来吧！你一声暴吼，天师幡炸开，黑色触手与雷电交织，将整个区域化作囚牢。你单手掐住疯忍的法相，另一只手抽出腰间的封印铁链，对着他一顿猛攻，法相破碎。疯忍口中溢出金光现身，想化作狂风逃遁，你一口地狱之火直接将他轰飞。另一边，多尔衮的天子剑已至，你直接用牙咬住了剑刃。大清的人还是尘归尘，土归土吧。你一口黑色狂风吐出，他一记真龙指点向你眉心，你左手捏雷指，掌心雷对轰轰，多尔衮被直接弹飞。你甩出铁链，将他困在雷网之中，一个也别想跑，都得败。此时地宫外，蒋云等人刚逃出来，就看到两个身影从结界中爬出，带头的邋遢男，腰间挂着一块刻有珠子的真龙令牌。结界内，你扭了扭脖子，扛起天师幡，走向剩下的所有人。四周留下的都是和贫道为敌的，对吧？众人纷纷走出，拱手求饶。天师，我等路过，绝无敌意。你仰天大笑，你们没有，但是贫道有啊！各位都是不可多得的美食，来了就别想走了。天师幡一挥，黑气笼罩，万鬼齐出。你掐诀念咒，一身黑气，提着天师剑杀了过去。邪道之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在贫道眼前，没有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你如战神降世，肆意攻击。突然，你发现疯忍那家伙竟然趁乱掉头，冲向龙龟，真调皮啊！别人在拼命，你却想偷鸡。你一个闪身，出现在他旁边，单手掐住他，他自断一臂，化风而逃。你邪魅一笑，好，你跑得掉吗？你伸手一握，他断臂处的金色液体化作赤红触手，将他重新包裹。多尔衮急忙抛出天子剑相救，你反手一剑，玄冥天师剑的黑气直接将真龙之气吞噬。你玩腻了，直接将三清灵丢向疯忍，化作一口黑红大钟，将他罩住。多尔衮终于被逼到了绝路，青龙宝术，护宫神兽，给我出！地面裂开，一条巨大的三头蛟龙破地而出，多尔衮飞上龙头，气息浩瀚如海，朝你冲来。你看着那三头蛟，不屑地打量着，区区小蛇，正好缺个下酒菜。你打开葫芦，猛灌一口，右脚猛地一踏，天上来剑3000化，我自无敌。你身后那尊紫色的天师虚影再次出现，给拜！一道紫黑色的剑气如核弹般炸开，狂风席卷全场。诸位，快来帮我！多尔衮声嘶力竭的嘶吼，其余人急忙将所有攻击倾泻在你身上。然而尘埃散去，他们绝望地发现你毫发无伤，而那三头蛟龙已经被你斩了2个脑袋。各位助我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多尔衮咬破舌尖，手提宝剑猛地插入蛟龙体内，施展真龙秘术，强行与蛟龙合二为一。金光爆射，蛟龙竟开始朝着真龙形态蜕变，气息如山岳般暴涨。你冷笑一声，强行蜕变，连这条恶兽的命都不要了，就算成了真龙，事后也会退化致死，命都快没了，还管他什么恶兽？合体后的多尔衮口吐人言，杀了你，夺了龙龟，才有翻盘的机会。你懒得废话，提着天师剑就冲了上去。你单手掐诀，地面瞬间长出一棵参天黑树，枝蔓如蛇，将其他杂鱼全部囚禁。你随手一剑，便击败数人。就在这几秒之间，多尔衮彻底完成了合体。金龙猛地睁眼，龙口大开，真龙玄术，击！万千光剑如暴雨般向你射来。你左手一招，天师幡飞来，展开一卷，便将所有光剑尽数吞噬。随即你反手一记反应压下，不等金龙反应，你已欺身而上，一拳狠狠砸在龙身之上，咔嚓，清脆的骨裂声响起，金龙发出一声惨叫。你放出天师幡，恐怖的吸力想将整条龙都拖进去。突然，金龙猛地一个神龙摆尾，挣脱了天师幡，张开巨口，一口将你吞入腹中。结束了，那妖孽终于死了吗？地面上幸存的人呆呆地看着这一幕。多尔衮所化的金龙在空中盘旋，龙吟震天，区区妖孽与朕抗衡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下一秒，他的肚子里传来了你不屑的声音：就这，你这龙肝不够鲜亮，不过吃起来应该不差。你猛地张开大嘴，一口咬下，噗嗤，味道不错，比那些妖魔好多了，唇齿留香，结，太爽了！你吃的痛快。外面的多尔衮却从空中坠落，痛苦的抽搐，龙鳞下渗出金色的液体，龙肝被破，龙必死无疑。你抓着天师剑，将整个龙肝都割了下来，一路向上，又把1人高的龙心给掏了出来。这个清蒸蘸辣椒无敌。你提着沾染着金色液体的龙肝和龙心，直接开膛破肚，从龙身里钻了出来。三头蛟龙的尸体倒在一旁，多尔衮也变回了人形，肚子上一个伤口，脸色苍白的看着你，眼神中满是绝望。可惜了，你运气不好。你像宣判死刑般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本就是归尘之人，看在大清气运的份上，贫道不灭你神魂，自己下去吧。话音落下，多尔衮气息断绝，光复大清的梦碎了。你双眼红光爆射，化作一只人形夜枭，将剩下的杂鱼全部解决。你看到阴暗处那个断臂的疯忍还在，小强命还挺硬，不过现在你可以死了。疯忍咽了咽口水，阁下真要赶尽杀绝？你嘴角一抽，行了，别废话了，他们都死了，不杀你显得不太尊重。你一记黑色光柱射向他的额头。就在这时，疯忍凄厉大喊：大人，救我！他捏破一张白色符纸，一股你熟悉的纯正道气席卷全场。烟雾散去，一个身穿白色道袍、长须飘飘的虚影站在空中。你眯起眼，你是道门中人，吾乃东瀛始皇帝，道门先祖，龙龟之精给吾一滴，不然你会死。你先是一愣，随即猖狂大笑：救你还是皇帝？贫道打的就是皇帝！你飞身而上，一爪抓去，那虚影念动口诀，一张符纸飞出，竟与你不相上下。你一边激战，一边让系统查询此人来历。徐福，东瀛始皇帝，为古子之徒。天呐，竟然是徐福！你震惊了吗？
了，怪不得一身纯正倒数，按辈分你得叫他一声前辈。但是他攀出大夏，助纣为虐，那就是叛徒。你眼神一狠，双手掐诀，引动龙龟之气，加持雷霆指诀，区区一个道门叛徒，真身不来，我看你拿什么挡？贫道要杀的人，神仙来了也拦不住。相传徐福为始皇寻长生之法，携3000童男童女出海，却一去不返，在扶桑之地自立为王。他找到了长生之法，却背叛了始皇，背叛了道门。你怒火中烧，今日贫道不会让你得偿所愿，更不会放走任何一个东瀛人。天师番黑气冲天，不仅要吞噬疯人，连徐福的虚影都要一并吞下。徐福以疯人的本源为媒介，画出一柄金色刀剑，与你的天师番轰然相撞。你被震得倒退数步，但也摸清了这分魂的实力，区区一分魂，贫道说不准，你就是不准，你也得给我跪下。你双手上抬，阴气黑到发紫，实质化的阴气让空间都开始扭曲。你单手一抓，一只巨手探入深渊，捏住龙龟，将它最后的气息全部汲取。这一击不仅要灭你分魂，还要重创你本体。敢来我大夏，就让你哭着回去。正宫内，屠夫等人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威压，浑身战栗。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再待下去，我感觉会死。此时，前来支援的龙虎山真人，你的师弟张涛也赶到了。他看到你在疯狂聚集阴气，而另一边是一个气息飘渺的白袍虚影。师兄，要帮忙吗？张涛大喊：我管你什么道门高人，打我师兄，我就要打你！你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带其他人走，此地有我，这不是你能插手的。张涛虽然不甘，但也果断转身，带着七菊和三无和尚等人头也不回的狂奔。当他们刚刚逃出地宫，一股狂暴的气息便席卷了千万里，连天上的乌云都被冲散。地宫深处，你将龙龟所有的本源榨干，注入葫芦，猛灌一口，味道更好了。你收回所有阴兵，包括那个已经心死的西宫娘娘。你看着徐福手中的玄冥天师剑上盘旋着2条黑龙，这一剑你要是能接住，贫道倒立认输。徐福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，他冷笑道：贫道被关押50年，你自然没听过，不过今天之后，你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你双手一抬，剑起，无尽阴气汇聚剑身，冻结成冰，冰封整座大山。剑落，一道巨大的紫黑色剑气从天而降，仿佛要将天地都劈开。徐福面色凝重，双手汇聚强大的道气波动。今日我就要为道门铲除你这个祸害。两股毁天灭地的力量轰然相撞，整个地宫开始崩塌，一寸寸沙石被冻结，然后破碎。风忍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被气息击中腰部。徐福的分魂也苦苦支撑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修炼1000年，竟看不透你这个妖道。他强行施展五雷正法。你笑了，五雷正法？不好意思，贫道也会。你同样一记五雷正法轰出，威力却稳压他一头。徐福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，你浑身妖邪之气，凭什么也能用五雷正法？你放出3清灵，照在他头顶，你也给我进天师番做做吧。徐福见无数骷髅涌来，自知不敌，转身想逃，跑什么跑？贫道说了，一个都不准走。你一步踏出，天师番甩出，一只漆黑魔手从天而降，死死掐住了他的分魂。你再以万雷之体对着他的天灵盖来了一下，然后张开大嘴，在一阵凄厉的惨叫中，将他的分魂一口吞下。地宫彻底坍塌，你飞身遁入深渊，盘膝而坐，开始用玄阴火炼化龙龟的尸体。火焰燃起，整座山体都被一层诡异的紫色火焰包裹。山下，七局众人怎么也扑不灭这火焰。不久，七局总部的真正高手，一个拄着拐杖的李老，带着真龙部队赶到。他看着那冲天的紫色火焰，二话不说，给我把此地炸开，我倒要看看里面是什么妖魔。就在这时，深渊中传来一声巨吼，一只体型庞大、周身冒着黑紫色火焰的阴龟从地底冲天而起。你满意的站在龟背上，这才是贫道的坐骑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鹰化龙龟，奖励实力提升2成，符文增加80%，追魂大法。你冷笑一声，有了追魂大法，我看你们东瀛人还怎么跑？走了，回五方村外面。李老等人刚布置好金色牢笼阵法，你就骑着鹰龟冲了出来。鹰龟一口黑色冲击波，瞬间击破了牢笼。李老怒吼：给我斩了这妖邪！他竟敢将龙龟炼化！突然，张涛飞身挡在众人面前，长剑横扫。众弟子听令，护我师兄！谁敢与师兄为敌，就是与我龙虎山为敌！李老都懵逼了，满是震撼的说道：说什么？这骑着乌龟的妖邪是你们龙虎山的人？此刻空中的你也猛地骑着鹰龟冲了过来，手里抓着天师幡，瞪着李老。贫道是好人，但也不是任人欺负的软柿子。手中的天师幡猛地一挥，将现场所有人掀翻在地。尔等莫要嚣张，信不信贫道让你们进来吃个饭，喝个茶，你们哭都哭不出来。这天师幡一挥，一股阴气浪潮瞬间如天塌般压下，众人心间一沉，纷纷朝李老看了过去。而此时李老也吓得不轻，这股阴气连他都不敢正面应对，更别说动手了。贫道今天心情好，不想与你们计较，滚吧！你冷冷地哼了一声，然后将视线看向张涛等龙虎山的人。师弟，我们走。说罢轻轻一吸，所有弟子都被他吸入阴龟之上。众人战战兢兢地坐在阴龟上面，沉默不语。而你此刻的容貌变得比之前更加邪气，眉心的印记也越来越浓烈。坐着阴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地狱之中的魔头。见众人紧张不已，李老坐在地上率先开口道：听张涛说，天师出了点问题是吗？此话让张涛表情猛地一变，严肃地点点头。他似乎在修炼什么秘法，气息变得更强了。不过整个人感觉很不对劲。师兄，你要回龙虎山看看吗？当你将西宫娘娘扔进棺材后，刹那间阴煞之地的气息开始翻腾，一根根肉眼可见的黑色阴气在空中飘荡，随着棺材不断的抖动，一根根紫黑色的雷霆也从空中落下。而在外的干将都吓到不得不躲好，目光震惊的看向棺材，这是有多大仇啊？搞出这么大的动静。此时棺材中的你正将西宫娘娘压在身下，尖锐的牙齿刺入皮肤，咬着对方的脖子，阴气不断转化进去。这数百年的天级阴元本是给摄政王登基之时准备的，现在是让你捡现成的了。反观西宫娘娘被死死的压在下方，双手只能无力的抓着你的脖子，那股浓烈的阴气就像是火焰一般焚烧在她的身上，她周身的一切都被焚烧干净，包括皮肤之上的绿色，此时都被焚烧了。如今的她皮肤光滑洁白，她本就是一个不活不死之人，依靠大清秘术活下来。如今你将所有的大清秘术给逼出体外，自然要注入其他的力量，否则她会灰飞烟灭。大人，大人，臣妾快不行了，紫火好烫。此刻她的牙齿开始蜕变，2颗虎牙开始变长，
周身也出现一股紫色的火焰，上身下身同时传来的剧痛让他红着脸不断挣扎。突然间，一股火焰猛地爆炸而出，直接将棺材板都给冲飞，浓烈的阴气破天而来，所有厉鬼纷纷趴在旁边享受着阴气的沐浴，这对于他们来说可是大补之物。不一会，棺材中的动静慢慢的停了下来，火焰开始不断变小，紧接着你赤裸上身，从里面跳了出来。你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感觉到力量得到了暴涨，单手一吸，一个厉鬼瞬间被抓来，旋即将大清秘术注入他的神魂之中。下一秒，这厉鬼就开始颤抖癫狂，最后魂体开始慢慢的石化，由一个游魂直接变成了实体。棺材中一番折腾后，西宫娘娘也被迷昏，并且因为天极姻缘互补的原因，她的实力比之前还要强悍，伸手之间竟然有了些许雷电之力。此时她红着脸，一边收拾凌乱的衣服，一边从里面起身，平复气息，仔细看去，现在她的瞳孔也变得和你一样猩红。你随意的瞥了她一眼，伸手一挥，一件道袍笼罩在了她身上。就在这时，系统音响起，恭喜宿主喜得天极姻缘，奖励龙凤法，此乃双修之法，大成可以姻缘化龙凤，实力大涨。随后你伸手捏着一团火焰，火焰之中竟然已经有一条黑色龙的虚影，转身看向西宫娘娘，你试试你的紫火。闻言，西宫娘娘眼前闪过一丝震惊，紫火我也有吗？随后急忙伸出右手轻轻一捏，一团火焰被她悬浮而出，紫火之中赫然盘旋着一只凤凰，虽然虚影很淡，实力很低，但假以时日，这火焰恐怕会幻化出真正的灵种。哇，好厉害！她瞳孔中满是惊骇，仅仅是一次，我就比之前强悍这么多，大人身上的秘密还真多呀，她也太强了吧。对此你冷冷一笑，得意道，这是当然，跟着贫道自有你的好处。听到这，西宫娘娘顿时就像个小女人一样贴了上来，眼中满是炽热，当不了大清的皇后，当阴间皇后也是不错的，况且天师这么强，日后说不定还会有好处。见状，你单手掐住她的下颚，将她的脸拉到自己身前，先给你提个醒，贫道可是专杀厉鬼，专杀恶人，绝不祸害苍生的好人。我是龙虎山的天师，如今你身上已经有了我的紫火，日后只需要吸食阴气就行，人的血煞不要沾染，否则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，亲自杀了你。闻言，西宫娘娘如小鸡啄米般点头，妾身知道，跟了大人，妾身自然也要做个好人，保证不会害人。虽说双修天极姻缘之后，你实力大涨，而且更像是一个魔头，但都是外人所看，你心中清楚，自己始终都是龙虎山的人，我不会忘记龙虎山的一切。收回思绪，你伸手如天师幡，抓出了一团灵土，张开大嘴，猛地吞了下去，随后双目一闭，再次睁开的时候，你看向了东北方，这团灵魂乃是风忍的，现在是时候去清算东瀛的人了。就在这时，你从风忍的记忆之中看到了极其让人愤怒的事，这些人竟然敢拿我大夏国的人修炼血术，东瀛邪法。你将这团灵魂交给了西宫，吩咐道，这团灵魂给你，去给我把人全部杀了。想了想，再次提醒道，什么人该杀，什么人不能杀，你知不知道？西宫娘娘连连点头，大人放心，妾身知道。安排好后，你脚下猛地一跺，直接飞了出去。你去酒局，一旦不敌，切记一定要叫我去把东瀛神府一派那群修炼者收拾了。在你走后，西宫娘娘紧了紧你给的道袍，一只手挡在嘴角，咯咯笑了一回，几百年没见过阳光了，没想到我还有这一天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不能乱杀无辜。说着，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五方村。与此同时，魔都某处别墅位置门口站着两个保安，这两人行走起来步伐竟然非常轻盈，眼神深处藏着一丝狰狞。此地正是被东瀛人包下来的别墅区，酒局一派在大夏的秘密根据地。就在这时，门口忽然驶来一辆大卡车，司机伸出脑袋看着两个保安，招呼道，快开门，这一次抓来的不一样，听说是道门的人，大人是点名要亲自查看的。突然，从别墅里面走出来一个东瀛男子，他穿着和服，踩着木屐，八字胡，冷冷地看了一眼，全部带下去关在一起，不听话的直接上电柜，对他们可不能手软。随着一阵电流声响起，当车厢打开后，里面赫然躺着7、8个人，其中有3、4个身穿道袍的，其余几个是普通人。放眼看去，别墅上方光鲜亮丽，但地下却是一个肮脏的牢笼，牢笼巨大无比，里面黑压压一片恶臭，里面关押了很多大夏国的人，上到道门或者其他门派的修真者，下到普通人，全部被关押在里面。还有一个道士此时被铁钩穿过皮肉，双腿砍断，双目被挖，就这样吊在空中，仅仅只剩下了一口气。哽咽声、呻吟声、惨叫声在地牢中此起彼伏。更新了，更新了！谁也没想到，一栋普通的别墅下，竟隐藏着一座骇人听闻的人体实验基地。表面和善的东瀛人，背地里竟一直在干些丧尽天良的事。接上回，随着铁笼被打开，10几个东瀛人将新来的一批人给关押了进去。被关押进来的众人中有一人乃是龙虎山第78代弟子，名叫张婉，道号玄玉。他今日奉命前往魔都山区抓捕一只大妖，顺便探查师兄失踪的消息。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陷阱，这只大妖是东瀛酒局一派圈养的东西，中了陷阱的他们死伤无数，还有部分人被抓。当他在阴暗潮湿的牢笼之中缓缓醒来，第一眼就看到了四周凄惨的模样，女子不着片路，男子或断手断脚，还有几个一起送进来的师兄弟还在昏厥之中。抬头之间正好看到了被吊在前方的那个道士，他瞳孔一缩，师兄。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双目被挖，双手被断的张嘴缓缓朝这边望来，双眼空洞，试探性的喊道，婉儿，是我，师兄。说着，张婉双手抓着铁笼，想要将其救出来，却根本做不到，反而是一股电流将他抽飞。他猛地挣扎，铁链传来阵阵碰撞声，你怎么也被抓了？可恶，他们竟然对你出手，我要杀了他们！他疯狂挣扎，但换来的是一根根银针插入他的每一个关节血管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肥胖之人走了进来，可想报仇，来呀，你爹就站在你眼前，有本事就来报仇。说话的同时拿出鞭子狠狠抽向张婉身上，这一鞭子抽打在张婉身上，瞬间拉开一道血痕，痛得他发出一声惨叫。张肥咬牙怒骂，有种打我，别对我师妹动手。肥胖男子闻言更是一阵冷笑，捏着鞭子说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我可舍不得打你，反倒是你的师妹，可是被我们大人钦点，要洗干净送过去的哦。这话让张婉心中一恐，神色绝望，他们所有人的修为都被封了，就和普通人没太大区别。随后他蹲下身子，一只手捏住张婉的嘴巴，真是水灵啊，道门的女人真不常见，希望大人不要把你弄死，我也想玩玩了，你敢动我师妹，我发誓一定
定要杀你们全家，把你们东瀛人全部杀光。张斐被抽打挖眼断骨，折磨了好些天，从未吭过一声。而如今他害怕师妹真的会受到折磨，他宁愿一切都是冲自己来的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西宫娘娘也来到了魔都上空。这就是魔都啊！说着伸了个懒腰从空中落下，眼前豪华的城市让他有些惘然，真是时代的进步。随后他右手轻轻一抓，一团火焰浮现而出，上面的指引同时将消息传出，他已经到达魔都，准备出手。此时他身上穿着一件紫色道袍，但穿在他身上就像旗袍一样，更显得前凸后翘，让人看了难以忘怀。当来到别墅门口时，门内的2个保安也注意到了他，瞬间被他的面容和身材吸引了眼球。哇塞，美女！西宫娘娘嘴角轻轻一挑，朝前方走了过去。美女，这里不准进来。一名保安站在他身前，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。不过来了这里也不准走动。说着的同时，在慢慢向他靠近。西宫娘娘冷哼一声，在他靠近后直接出手，瞬间将他切成了2半。随后他来到另一个人面前，喜欢看是吧？那就去死吧！击杀之后，为了防止里面的人跑出来，西宫娘娘还用紫雷在四周布下了阵法，然后一摇一摆地走了进去，点兵点将挨个杀过去。哥，第一次为了救人而杀人，真刺激！另一边，牢笼内，肥胖男子在蹂躏了众人后，拿出铁链套在张婉脖子上，正一点一点地朝外面拉出。同时他笑道：“行了，别自我安慰了，你到了大人的床上再说什么？诸天气荡荡，我到日兴隆吧，我家人很喜欢这一套。”其余醒来的弟子也纷纷抓着铁链想要阻止，喊道：“放开我师姐！”但他们修为已经被封了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那胖子直接挥拳砸了过去，打得皮开肉绽，但他们还是没有松手。突然一把刀猛地飞来，切断了他们的双手。这时进来一个人，足足2米多，如狗熊一般凶神恶煞，单手直接将张婉提了起来，然后朝外走去。放开他，给我放开他！被吊在空中的张斐不断挣扎，不断流泪，没有攻击手段，那就吐口水。师兄啊！张婉被掐着脖子，呼吸都有些困难，绝望地看着师兄。曾经意气风发的师兄，如今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自己也即将遭毒手了。那大汉狠狠笑了一声，将张婉如狗一般丢在旁边，还敢嘴硬，那就先收拾你，让你看清楚你师兄是怎么被我活活打死的。说着一拳狠狠地砸了过去，当的一声，张斐的脖子骨头凹陷了进去，鲜血和牙齿一同从嘴角流了出来，但他没有服气，依旧吐了一口鲜血过来，喷在那大汉的脸上。那大汉只是擦了擦脸上的鲜血，呵呵，那你先走一步，先去黄泉路等等你师妹吧。这一拳朝着面门而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咚咚咚的高跟鞋的声音缓缓传来，清晰的就像是死神的脚步环绕在大家的耳边。紧接着一道修长的黑影出现在楼梯下面，众人屏住呼吸，包括这几个东瀛人也皱着眉头，疑惑地看着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只见西宫娘娘身穿道袍，却踩着一双高跟鞋，面容精致绝美，涂抹着口红。此刻她手中拿着一把金丝折扇，轻轻地挡在鼻尖，柳叶眉微微上挑，怎么这么丑？直到这声音响起，众人才从她的美貌中回过神来。为首的那个东瀛巨人转过身询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怎么到这里来的？还真是熟悉的味道啊！”西宫娘娘笑了笑，自顾自地走上前，蹲在张婉身前，用折扇轻轻地挑起她的下巴，头也不回地开口：“你说我呀，我肯定是好人啊！”话落的同时，西宫娘娘轻轻一笑，从她周身释放一股寒冰阴气，瞬间朝着此人刺了过去。东瀛巨人吓了一跳，伸出右手抵挡，但阴气瞬间就将整个手掌洞穿，并且那股阴气宛如毒药般朝着体内而去。他大吃一惊，扬起左手，将整条右臂都砍了下来，后退一步，大汗淋漓地看着西宫娘娘。此时其他人也反应过来了，来者不善。见张婉因为害怕而开始全身颤抖，西宫娘娘缓缓开口：“不用怕，我可是好人哦，你看我穿着你们道家的衣服呢。”闻言，张婉低头一看，真的是道袍。刚刚没注意，是因为她把道袍穿成了旗袍。在看到道袍的瞬间，她心中那股恐惧竟然瞬间消失了一大半。她哆嗦着开口：“你是谁？”西宫娘娘缓缓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都说了是好人，而且还是你们道家的人哦。说着，她折扇轻轻一开，一股黑紫色的雷电从影子之下喷射而来。一眨眼的功夫，所有人都被雷电给缠绕住，然后一步步的被拉入黑暗中，所有的命脉气息全部被吸了出来。西宫娘娘踩着高跟鞋一步步上前，伸手抓着这些东西，张开朱唇吞入腹中。呸呸呸！东瀛人还真臭，连命脉和灵魂都这么难吃。四周众人惊呆了，这要挟手段，生吃命脉和灵魂。刚刚还诞生了希望的众人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得又后退了一步。西宫娘娘倒是不在意，吃掉他们的灵魂之后，看向四周，伸手轻轻一挥，阴气如蛟龙而来，瞬间将所有的禁忌和阵法击碎。看着大家的反应，西宫娘娘嘴角一笑：“很怕我？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可是好人呢。来之前你们师祖说了，要救人，要杀东瀛，一定不要让龙虎山的孩子们受伤了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将张斐给放下来。张斐虽然看不见，但感觉得到刚刚发生了什么。听到他说师祖的时候，也为之一愣。难道龙虎山知道这边的事情？那为什么不多派些弟子前来？西宫娘娘甩出一道阴气，护住他的命脉，让他暂时不会死。眉眼一展，笑道：“对了，我是你们师祖的娘子，另外你们可以称呼我一声师祖娘吗？我是你们师祖的娘子，还是正宫哦。”众人猛地一惊，神色都变了，从开始的恐惧变成震惊，还有些不可置信。师祖会取这么个要挟？不可能吧！就在这时，忽然头顶传来一阵响声，一把飞刃从泥土之中钻下来，一不小心，牢笼之中不少人都被洞穿。西宫娘娘见状，急忙出手，将自己的阴气盖在四周抵挡。九局一派的高手出来了，别犹豫了，都过来，我要解开你们身上的束缚。等会打起来，我可没工夫护着你们。做完这些，西宫娘娘拿出一张符箓，在众目睽睽之中将其点燃，丢到空中。符箓无视一切飞向空中，然后轰然炸开。这一瞬间，一股气息传向四周，不仅他们收到消息了，就连其他门派的人也发现了不对劲，纷纷朝这边赶。此刻的众人才算是彻底相信他真是道门的人。随后大家老老实实的跟在他身后。随后西宫娘娘扫了一眼四周，门口已经布下奇怪的阵法，从这里出去恐怕会吃亏。微微思索片刻后，
头，双手掐诀，一团火焰出现，火焰之中有一只凤凰的虚影忽然间从地面朝上方冲去，刹那间一股爆炸声响起，整个地面直接被炸穿，他也趁机从里面跳了出来，其余人紧随其后。至于那些普通人，则是在道门弟子的护送下走了出来，几乎在他们出来的瞬间，牢笼就裂开，无数毒蛇钻入其中，如果晚一步，恐怕所有人都要死在里面。刚出来，四周就围满了东瀛的人，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现场，此地是他们9局1派的基地，不管如何都不会让他们逃出去。忽然，前方走出来一个身材矮小、戴着眼镜的老头，阁下是谁？在他旁边则站着一个身材高大、戴着斗笠、身穿长袍之人，他的腰间挂着一把木剑，嘴里叼着一根牙签。西宫娘娘手心中一道雷电浮现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们这群人真是烦了，每次都要本宫重复一遍，本宫是好人。”话落的同时，手中雷电呼啸而出，刹那间，现场剑拔弩张。这斗笠男一步迈出，左手抓着木剑，拔剑时低喝一声，声音落下，木剑猛地劈了出来，一道流光凶猛闪过，与雷电撞击在一起。当烟尘散去，眼镜男子眯着眼说道：“此人气息不对，明明是阴血，却又能够使用紫薇，还有一股道家的气息，很奇怪。他乃是此次9局1派的负责人，名叫宝冠太郎，实力虽然不强，但精通困术阵法，专门研究道门之人。管他是什么，这么好看的大夏女子不多见，我要了。”一旁的斗笠男将口中的牙签吐出，飞身而去，他左手抓着一团白色的气息，气息就像是陀螺一样在旋转。西宫娘娘丝毫不惧，冷冷一笑：“你要啊？你这话要是被我家的那位听了，恐怕会将你一口一口咬断骨头吃掉了。”说着抬腿飞奔而去。在他越过之时，周身浮现雷电与玄火气息。另外，张婉等人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，但相比于之前的无力，如今有了希望，他们自然不会放过。诸天气荡荡，我道日兴隆，众师兄弟们，我等一同杀出一条血路。道门之人从不会畏惧，尽管没有法器，但他们还有修为在身。